梅若，快传金丝，走开呀！是富贵儿，富贵儿怎么跑出来了？走开！快熬上！是，这点水啊！金丝被抱回来的时候，气息已经很弱了。把这个送过去。这次是力量够不小的。别怕，这个端过去。金丝福大命大，会没事的。哎，好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那条夏昭公主的疯狗是嘉贵妃娘娘养的，叫富贵儿。那条狗呢？在御花园的假山旁发现了她的尸体，折颈而死。此刻，嘉贵妃娘娘就跪在殿外，要向皇上陈情。她还敢来？娘娘，皇上，贱妇！皇上息怒。皇上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一心照顾永璇，臣妾也不知道富贵为什么跑出去咬了五公主，臣妾无辜啊，皇上。无辜？里头的锦丝不无辜吗？锦丝年纪那么小，被你养的畜生给吓坏了。你养的是什么畜生啊？养的什么心啊？皇上明察呀，臣妾养狗只为自保，并无害人之心的，皇上。臣妾倒要问问皇后娘娘她的什么心？你还敢污蔑皇后！皇上，人人都说富贵儿最得嘉贵妃欢喜，最听嘉贵妃的话了。皇上细想想，臣妾若是想害皇后娘娘的孩子，臣妾为什么不害5阿哥？为什么不去害12阿哥，而偏偏只去害一个公主呢？皇上，五公主天生有心症，经不住吓，从前就被启相宫的犬吠之声惊吓过。嘉贵妃不会不知道。皇上，臣妾曾经见过富贵儿，是有些凶狠，但不至于伤人呢。听说，富贵儿是直接扑向五公主的，可是五公主并未招惹他。臣妾左思右想，会不会和五公主穿的那件红色衣裳有关？臣妾方才闻过那衣服，似有一股香味儿，似乎是嘉贵妃平时所用的御史杜鹃花水的味道。皇上，似乎是的。嘉贵妃喜用这种花水，我们都是熟悉的。那便是了。牲畜最易受香味的刺激，怕就是为这个缘故才伤了公主。你们胡说！皇上，臣妾记得这件衣衫好像是庆嫔送的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并未想过谋害五公主啊，皇上。对了，做衣衫的料子是嘉贵妃赏的，所以这衣衫上沾上的花水气味也和臣妾无关呀。皇上，臣妾是送了清嫔料子，可臣妾怎么知道她衣服是做给谁的？更不知道为什么会沾染上臣妾的气味。你虽不知衣料之事，但这狗是你的，逃不了干系。你们能住嘴！无论如何，锦丝是因为你养的狗才会这般，把它带回启相宫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不许跟任何阿哥见面，带走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冤枉了皇上！朕不愿再见到你！皇上，微臣无能，五公主红了。
皇上，银嫔娘娘受惊滑胎，孩子没保住，是个小公主。你去看看银嫔，别让她伤心太过了。是。奴婢给玉妃娘娘请安。我陪皇上说说话。是。臣妾请皇上安。皇后怎么样？姐姐哭晕过去了，一直没有醒来。臣妾看着着实心疼。皇上，这件事情是嘉贵妃做的孽，是她害了2位公主，这次绝不能轻饶。皇上断不能再顾着御史给嘉贵妃颜面了。朕不会留情的，朕会剥去嘉贵妃贵妃的遗志，按答应处分。她身边贴身伺候的奴婢，一个都不留，全部赶走，不许再伺候。朕还要看她日日受鞭刑。皇上，这件事情，庆嫔也脱不了干系。庆嫔嫁为贵人，让她在安华殿里抄录经文，非诏不得出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是被冤枉的，不关我们母子的事啊！放我出去！干什么？我是贵妃，狗奴才！放开我！狗奴才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奉旨对您施以鞭刑。放开我，狗奴才！我是贵妃，你们敢这样做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看，谁的？我的妈！娘娘，喝点参汤吧。娘娘，您待在这儿几天几夜，不吃不喝，这样熬下去，身体会垮掉的。喝点吧。姐姐，你还有永基呢。就算为了永基，你也该喝一点啊。为什么是景嗣呢？他才3岁。若是有什么该冲着我来，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呢？金玉妍心思歹毒，若没本事，动不得姐姐。所以才使出这种下作手段，对五公主下手。她这般发疯，姐姐怎么能想到，怎么防得住呢？她为了她自己的儿子发疯，难道就要赔上娘娘，赔上娘娘的孩子吗？8个坠马，4个失宠，金玉妍都觉得和永琪脱不了干系。她若真心生怨恨，他也该冲着我来。看来嘉贵妃是恨定了我们娘娘。只是五公主太无辜了。
自从今年开春以来，我大军就一直顺利，为何如今却陷入泥潭，难以再进？皇上，我大军先锋部队已到达准噶尔，可达瓦齐仍执迷不悟，负隅顽抗，孤注一掷。自从我大军逼近准噶尔大营，将士们也在意端舒长公主的安危，所以有些畏首畏尾。长公主的安危务必要保全，可也容不得达瓦齐如此放肆。刘统勋，臣明白。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这都5月里了吧？5公主和6公主没了，都快1个月了。太后，御花园的白芙蓉花开了，您要不要出去走走？出去做什么？自开年到如今，宫里没半点吉利事儿。走到哪儿都是哭哭啼啼、凄凄哀哀的，哀家也受不住。太后为夭折的5公主和6公主祈福，是您的慈心。战事未平，丧乱又起，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。这段鞭刑我受着，可我是冤枉的。公主不是我害的，我是冤枉的。皇上，今儿个是景祀的5期，安华殿的祭祀如何了？都安排妥当了。玉妃娘娘帮着操持，纯贵妃娘娘也很上心。皇上，要不要去看看？皇上，准噶尔800里加急的战报到了。皇上，5公主那儿国事要紧。皇上接到战报，便忙到了现在，连晚膳都用得极匆忙。皇上忙于国政，本宫会替他上一炷香，以告慰景祀。微臣已跟皇上请求，跟李公公一起送5公主一程。多谢你们。姐姐，为5公主魂灵引路的草木灰已经备妥，永琪也带着灯笼在外头候着了。时候不早，我们该去把5公主的魂灵给召唤回来了。皇上，给皇上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担心皇上的身子。你先回去吧，朕还有正事要忙。皇上，今儿是5公主的5期之辰，臣妾怕您一女伤情，特意来养心殿陪您的。不必了。臣妾告退。娘娘慢走。这金答应害死了5公主和6公主，皇上怎么还一直没把她处死啊？这御氏一族为我军送来粮草，又一同抵抗准噶尔，大有注意。皇上呢，当然得顾着金氏的母族和他3个儿子了。这金答应的儿子们
一个被皇上冷落，一个又摔残了腿，真是不济。不过他也是已答应位分处置，每日挨10鞭子而已。若想想他真的死得一了百了了，还真是不够解恨的。那日蓝翠与奴婢说嘴，说他碰上了守坤宁宫的赵九霄。赵九霄，那小子怕是看上蓝翠了。主儿，你别听他瞎胡说。蓝翠啊，赵九霄都跟你说什么了？那日赵九霄与林大人喝酒，林大人含糊其辞地提起8个坠马之事有一处，还说什么有银针。奴婢再三追问，赵侍卫却什么也不知了。可晋州说，凌云彻向皇上复命的时候，没提过什么银针呢。王禅办事可小心。主放心，王禅办事绝对小心。或许是林大人重情重义，即使他查出了什么，他也不会跟人说的。更何况这许多事根本无迹可寻。就算他嘴硬，但心里还是有本宫的。奴婢听说林大人忙着在宫中当差，根本没空回宫外的宅子。他们夫妻之间好像不大和睦，恐怕是林大人心里还有主的缘故吧。今夜有劳各位了，本宫替景司谢过。微臣等有幸陪五公主走这最后一程，请您节哀。大家有幸了。娘娘，祭礼已毕，奴才要去回禀皇上了。各位也都早些吧。走了，走。林大人，这5期祭礼已经结束，白花也用不着了，不如你一并交给我，我替皇后娘娘收了吧。是。见凌云彻去捡皇后掉在地上的那朵花了吗？他居然想自己留着，不想还给他。一朵小白花都这么在意，这么恋恋不舍。珠儿，您想多了。没有，只有喜欢。只有在意，才会有那样的眼神。他怎么可以背叛本宫，去在意另外一个人呢？而且还是本宫的仇人。不会的，林大人不是为了您才隐藏罪证的吗？他哪里是为了本宫？他根本就没有怀疑是咱们做的。那日。五阿哥就在八阿哥身边，五阿哥是皇后的养子，他是为了他在隐藏真我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本宫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什么时候来的？刚从养心殿过来。如意啊，朕没能赶得上去景司的祭礼。
这是景司的机礼，六公主的武器，也是尹嫔的身诊。皇上去看过尹嫔了吗？朕想和你说说话。好，奴婢告退。来，如意。如意啊，朕没能去送景司，你不会怪朕吧？怎么会呢？臣妾知道您忙于政务。政务是吗？但主要是朕不敢面对。如意，朕着实想念景司，心里面难受得很。皇上，臣妾已经替您给景司上了一炷香。景司在天之灵，会明白的。朕这个阿玛是不是很没用？朕知道景司身子不好，所以让内务府打了这个禁锁，希望他能长命百岁，平平安安。可这锁才刚打好，景司就没了。是朕晚了一步，是朕无用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何事啊？皇上，捷报，捷报！好啊，好啊！巴令部将士与我大军前后夹击，又有御史粮草供应，达瓦齐弹尽粮绝，无可调之兵，众心离散，纷纷投降。是啊，我大军出其不意攻入敌营，达瓦齐及部下措手不及，自相践踏，万余兵丁顷刻瓦解。达瓦齐率亲兵仓皇逃遁，黎明时分被我追兵擒俘。端淑长公主呢？是否安好？端淑长公主被达瓦齐携于身边，一切安好，先由我军接回照料，毫发无损。好，朕算对得起皇额娘了。传朕旨意，将达瓦齐家人接送京城，不得怠慢。尤其是长公主，慎之又慎，不许有差错。不过，达瓦齐真有这般善待长公主吗？端淑长公主她已有身孕，达瓦齐所以百般顾惜。准噶尔多年未平，给了达瓦齐恩典，还不知足，朕真想杀了他。只可惜，长公主出了这样的事情。罢了，朕也只好宁佑加恩，封达瓦齐为亲王，准许他及子女居住京城，永不北归。是，朕还要以平定准噶尔为由，为皇太后加徽号，以示庆贺。臣遵旨。达瓦齐入京后，会于午门受俘。行献俘礼之后，只要达瓦齐
能够痛改前非，归顺投诚，朕也会终身厚待。皇上圣明。太后，怎么样？恒绰如何？长公主无恙，一切平安。皇上厚待达瓦齐及其亲眷，还让礼部为您拟了徽号，是玉寿二字，可见皇上仁孝。皇帝若真是仁孝，就该让恒绰和达瓦齐这个逆臣和离。没法和离了，长公主有孕，已经5个月了。什么？太后，不管怎么样，长公主都能在京城安稳度日，与您团聚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冤孽！冤孽！太后，冤孽呀！太后。儿臣拜见皇额娘。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！女儿啊，咱们母女一别20，终得相见。女儿，额娘，女儿再也不愿离开您了。不能离开了，不能离开了。儿臣以探视端叔姑母为由，去达瓦齐的府邸看过了，他还算安分。探子也来报，说他心智跌堕，放荡度日。达瓦齐不耐京中风俗，每日向大池中央驱鹅逐鸭。沐浴其中以为乐趣，他还耽于饮食，大吃大喝，日夜不休。皇额娘昨日还和朕提起，说达瓦齐糟蹋府邸，酒气逼人，要恒绰移去慈宁宫居住，朕也允了。皇阿玛仁孝，体谅皇祖母心意。朕对这个妹妹真是满心的愧疚啊！听说端叔姑母已经进宫了，皇阿玛可要去看看她。快停轿！停！你我兄妹多年未见，不必行大礼。不，先君臣，后兄妹，恒绰不敢僭越。这些年，朕一直惦记你。你可还记得这是什么？不记得了。怎么会不记得呢？这是你出嫁前你送给朕的金丝蝈蝈笼子，你小时候最爱玩的。身为笼中人，哪里还喜欢玩这种笼中虫？皇上所言，恒绰真的不记得了。天色不早，恒绰先回府了。你还是赶紧搬回慈宁宫常住吧。皇额娘最惦记的就是你。等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自会去陪伴皇额娘。
我欠了他孝道，我一定会用余生弥补。而皇上也是。朕的妹妹，她不会原谅朕了。皇上还要关我多久？主，您再等等，或许皇上很快就放您了。放过了我，什么时候能放过我的孩子？我真想念永成、永轩，还有永熙。御史向皇上进献粮草，还力抗准噶尔，救助我大军。皇上会顾及御史，也顾及您的。听说巴陵王给你来信了，可怎么说？还能说什么？安慰我的丧女之痛，也叫我打起精神来。这是巴陵王的远见。准噶尔战事刚平，皇上厚赏了巴陵部上下，这也是你的脸面呀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心疼六公主没了，可皇上只要照样宠你，再过个1年半载的，孩子就又有了。朕已经命人重新绘制地图，将准噶尔之地详细详度，完整的载入皇于全图了。皇上完成了先祖之愿，理当普天同庆，以告慰列祖列宗。这平定准噶尔之后，便是边地一直不肯驯服于朕的韩部了。韩部与准噶尔素来亲近，皇上已经平定了准噶尔，收复韩部也是指日可待。朕也是这么想。如意啊，有件事情，朕想和你商量。朕平定准噶尔之后，万国来贺。此次战役，金氏的母族御氏一族颇有贡献。这前朝后宫都有庆典。朕想着，这样的场合，若是金氏禁足不出席的话，朕是怕御氏会有非议。皇上的意思是，金氏禁足之后，一直是以答应的位分对待，每日还要受鞭刑。朕想，为了顾及御氏的颜面，朕想停了他的鞭刑，复他贵妃之位。来日他要是见到了御氏族人，也不会说咱们亏待了他，委屈了他。国事在上，皇上决定就是了。如意啊，朕也是出于无奈，为难你了。嘉贵妃还真是，一放出来就摇身一变，又是贵妃的架势了。听说啊，皇上学了4个，常驻入启祥宫请安。儿子请额娘安。儿子，太好了，真好，真好，额娘又能常常见到你了。额娘受苦了，这次叫儿子来有什么吩咐？来，
娘刚刚去了协芳殿，见了你弟弟永璇和永兴。前几日承蒙皇恩，额娘还见了御史使者，有2件重要的事要与你商议。坐。额娘，您这又胡乱想什么呢？别忘了，您前几日刚复了位分放出来，您别再动这些歪心思了。什么叫歪心思啊？额娘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能登上太子之位，你怎么倒先放弃了？儿子不敢，您说吧。这第1件，便是你的婚事。额娘一直替你留意着好人家，皇上也答应额娘了，只要是额娘看中的，皇上便会为你指婚。当真？天子之言岂能有假？那额娘看中了哪家哥哥？贤弟在世时，与和宜亲王最为兄弟情深。和宜亲王的次女嫁与扶桑娥为妻，他2人有位格格，聪慧善良，高贵大方，嫁与你为福晋最为合适。可他们肯吗？夫凭妻贵，妻凭富贵都是一体的，他们当然肯。皇上为何会看重孝贤皇后？还不是因为她的出身和家世。只要你娶了扶桑娥之女，对咱们来说，更是一重依靠。那第2件事？第2件事更为重要，已经有人替你开口了。前2日，御史来贺，使者向朕打探，是否有立太子之意。那人说起，孝贤皇后生前2位皇子早夭，朕既爱重永成，何不让永成为孝贤皇后嗣子？来日在孝贤皇后陵前，也可有人祭祀供奉。傅恒，你是孝贤皇后的亲弟弟，你来说说。孝贤皇后生前喜爱4阿哥，常待在长春宫，这是事实。可孝贤皇后也从未提起过要抚养4阿哥之事。想来，孝贤皇后对4阿哥，无非是中宫嫡母对皇子的关爱而已。额娘，这事妥吗？不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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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妥！额娘，此事不妥。这有何不妥？永成，额娘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会为了你去争到底。哎呀，你吃亏的就是从额娘的腹中拔出，不是托生在中宫腹中。之前孝贤皇后在世时，额娘也跟她提起过，要她抚育你，以你为养子。额娘，皇额娘也有亲生的12阿哥呀。是，我就算过继给了孝贤皇后，成了她的儿子，又算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如今的中宫是继后，孝贤皇后是嫡后，就凭他，也配和孝贤皇后比肩？便是他的儿子，也不能和孝贤皇后的儿子比。否则，为什么2阿哥、7阿哥还年幼，皇上就想着立太子？如今12阿哥都几岁了，皇上却从未提起过。那咱还是慎重慎重吧。相信额娘。今年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儿虽热，但总觉得身上凉津津的。大概身子也是真的虚了吧。岁月催人老，谁不想多留时光，停住片刻呢？谁还没有老的那天啊？倒是听说嘉贵妃每日要装扮数个时辰才肯出门，这大半夜的还要用人参、玫瑰水熬在一起，净手泡脚。臣妾听着呀，都觉得累得慌。一个女人，若是连自己的脸面都不顾了，不懂得收拾打扮，那还叫什么女人啊？嘉贵妃的心可真宽，8阿哥的腿废了，4阿哥也不能负宠如前，你还能整日想着打扮自己，咱们可真是学不会啊。
永成一时受小人陷害，连着永璇也坠马受伤。可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儿子，即便是腿受伤了，即便是恩宠不在，那也是奉子龙孙。嫔妃之中，嘉贵妃子嗣最多，也是叫人羡慕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永璋敦厚有礼，永琪更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生子应当如此，才是先祖的孝子贤孙。这想想圣祖的8阿哥、9阿哥，因争帝位被先帝削爵捐尽，一个叫阿奇娜，一个叫赛斯黑，极尽羞辱，哪里有半点奉子龙孙的颜面？你们是拿圣祖8阿哥允祀于本宫的8阿哥比吗？嘉贵妃如此多心，是说皇上也会有这样的儿子吗？皇上的孩子自然不会如此，更何况臣妾的儿子，一个行8，一个行4，也是占了运气的。太宗是皇8子登基，先帝是皇4子登基，皇上也是皇4子。即便是臣妾的儿子再不争气，有祖宗的福泽传承，怕也换不到哪儿去。皇子们自然会受到先祖福泽的庇佑，只是嘉贵妃，你需慎言。臣妾知道。行了，今儿都散了吧，都回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今年没挪去园子避暑，怕是热着了您。朕已经吩咐过兵库了，您这儿的供应会足足的。不去园子里也好，车马折腾也麻烦。再则，在紫禁城里，恒绰和恒提来看哀家，也方便。是啊，皇娘手抄的经文，儿子已经吩咐人发散下去了。这是积德的好事。哀家抄抄经文，心里也安静。皇娘安心的颐养天年，儿子自当孝养。皇上，皇后娘娘突然晕眩。怎么说？皇帝不必问了，赶紧去瞧瞧。儿子先行告退。走。姐姐方才吓死我了，没想到是这样的好消息。娘娘，皇上到了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皇后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是喜脉，已2月有余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只是这几日暑热难当，皇后娘娘身孕体虚，再加上动了气，才会眩晕。这几日需要静养，以保无虞。太好了，江玉斌，务必让皇后好生调养，保皇后和龙胎万无一失。是，微臣这就下去准备。皇上，你说是不是景嗣在天有灵，怕咱们膝下寂寞，所以又投胎转世回来陪咱们了？是啊，一定是景嗣想咱们了，所以又回来了。还好姐姐无事，若是姐姐或者肚中的孩子受到伤害，那么嘉贵妃就算死了万次，也难辞其咎。怎么？方才朕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在外头，是不是嘉贵妃又冒犯了皇后啊？是嘉贵妃言语出格，冒犯了祖先和皇上。姐姐替祖先和皇上主持，提点了嘉贵妃，才动了胎气。她说了什么？嘉贵妃究竟说了什么？事关皇子，臣妾亦为人母，不宜多言。但说无妨。这皇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皇后娘娘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儿吧？皇后娘娘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
天气这么热，还要人在这儿等多久啊？皇后娘娘凤体为何？咱们交心不已，都是心甘情愿在这等消息的。嘉贵妃若是不耐烦，大可以自己先回去，反正皇上在里头。等会儿咱们禀告一声便是。话说皇后娘娘这身子也太娇弱了，只是眩晕而已，又未昏倒，何必兴师动众、大惊小怪的呢？各位主久等了，皇后娘娘已经无碍，皇上请各位主殿内一坐。叫你们进来啊，是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们。皇后有喜了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坐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凤体如何呀？臣妾们还等着给皇后娘娘贺喜呢。皇后已无大碍，太医嘱咐皇后卧床静养安胎，目前已经歇下了。那臣妾们就等皇后娘娘凤体无虞了，再向她请安道喜，只盼着皇后娘娘凤体安康，能再得嫡子。朕也盼着如此啊。如今中宫再度遇喜，朕心甚慰。目前宫中最要紧的事，就是皇后和龙胎的平安。是。嘉贵妃，皇上，皇后遇喜，朕打算喜上添喜。你之前和朕提过永成的婚事，朕想着这永成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找个好人家。你是永成的额娘，你有什么好的人选，可跟朕说说啊？多谢皇上为永成打算。臣妾确有一合适人家，是和仪亲王的次女与散治大臣傅增娥的格格。格格是皇室血缘，凤子龙孙，与永成最是般配。凤子龙孙，你倒是挺会替永成打算的。凡事往高里攀着去，不枉费永成行八行四的福气，祖宗庇佑的福泽。皇上，是臣妾失言了，可臣妾并无其他意思。臣妾每常告诫永成，有先帝和皇上这样的榜样珠玉在前，要他一定要用心为皇上做事，万不能辜负皇上。是吗？那前些日子御史使者来贺，说要让永成为孝贤皇后的嗣子，也是要用心替朕做事，不叫朕失望吗？皇上，臣妾母族一心效忠大京于皇上，绝无二心。只是臣妾觉得，孝贤皇后身后只有一个和敬公主，而无阿哥承继。而孝贤皇后生前又极为喜爱永成，日日抱在跟前，所以臣妾才这般说的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不明白，让四阿哥去做孝贤皇后的嗣子，岂不是让四阿哥有了嫡出的名分？御史如此请求，到底所求为何呀？英妃，你红口白牙的污蔑什么？皇上，臣妾母族对大清忠心耿耿，绝无他心啊！自从御史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，朝廷可就不安宁了。一些有心之人试图窥探朕意，说起早立太子之事。皇上正值春秋鼎盛，年富力强，何须早立太子？更何况自先帝起，即便有了合意的储君人选，也是放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，待龙御宾天之后方能开启，以免会出现圣祖时九子夺嫡的惨状。说这话的人，岂非是在诅咒皇上？真是罪该万死！皇上，臣妾与母族绝无此意啊！绝无此意？那你们要永成出嗣为孝贤皇后的嗣子是何意啊？行八行四之语又是何意啊？你要永成做孝贤皇后的嗣子，
你也不问问孝贤皇后在九泉之下是否会答应？皇上，这木兰围场之事之后，朕想着永成应该不会做出这种有逆人伦、谋害君父之事。可如今看来，有你这样的额娘，永成做出这种事情，朕也不感到意外了。皇上，木兰围场，永成忠心救父，您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，冤枉了臣妾，冤枉了永成啊！皇上，朕冤枉你们，是你们拿朕的命来算计。你是有皇子，那又如何？还敢三番两次在朕的后宫兴风作浪，你是何居心啊？臣妾不敢兴风作浪，是皇后，是他们害了臣妾的孩子。皇上，永成失宠，臣妾不敢有怨言。可永璇还小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啊？于妃，永琪嫉妒永成的宠爱，害得永成失宠，而后又去害永璇。你敢说这些不是你们做的吗？你敢发誓不是吗？苍天在上，我克里叶特海兰，若有心想害嘉贵妃之子，便不得好死，死后坠入阿鼻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嘉贵妃，你口口声声说别人害你的孩子，那么你呢？你敢发誓吗？你敢发誓，你没有害死孝贤皇后母子，你没有害了皇后娘娘、五公主、六公主，没有害了我跟永琪，这些你敢发誓吗？还有惠贤皇贵妃、梅嫔、宜嫔、阿若，这些人你全都没有害过的话，你就用你母族的荣耀，还有你孩子的性命发誓啊！我发誓。皇上，嘉贵妃她不敢发誓，想必那些人确实是她害的。发誓啊！皇上，臣妾若有所为，必遭报应。什么报应？你说清楚！誓言不读，无以为证。不然这样，你跟我说，我金玉妍若有害过这些人，玉氏必遭灭族。你这个贱人！我金玉妍和我的孩子不得好死！你竟敢诅咒我们母族！你这个贱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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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贱妇！皇上息怒！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敢谋害朕的皇嗣，祸乱朕的后宫！皇上，听清楚了，永远别想永成继承朕的江山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娘娘，皇上如此动怒，要不要去劝劝？皇上对金玉妍母子早有疑心，尤其是木兰围场的事儿，让皇上寝食难安。如今不过是一病发作了，劝是劝不了了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封永成为贝勒，娶和硕额驸福森额之女为嫡福晋。这，皇上，为何还要随了他的心愿？即日起，永成出嗣，为吕亲王之后。从此以后，朕再也没有这种不忠不孝的孩子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不能！皇上永成是你儿子，你不能让皇上！偷回西相公，废为庶人，囚禁致死！朕不想再见到他，滚！皇上，你不能不要永成，你可以不要臣妾，你不能不要永成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息怒。金玉妍母子的路也就到这儿了。
额娘，额娘，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四阿哥，额娘，皇上旨意，嘉贵妃禁足，废为庶人，从今往后不能离开启祥宫半步。来人，额娘，四阿哥出来。别，我不要皇位了，我不要太子了，我只要你呀，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四阿哥，请您自重。走。额娘，额娘。皇上，你可以不要臣妾，你不能不要你的儿子啊，永昌。额娘，别哭，儿子在这儿呢。额娘，永昌，你听额娘说，额娘不能关在这儿。额娘告诉过王爷，额娘告诉过王爷要立你为太子，额娘不能辜负王爷，不能辜负王爷啊，永昌。王爷。什么王爷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提那个人？你一辈子都是为了那个男人。我呢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？啊？我呢？不是的，儿子，不是的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回来啊，永昌，儿子。不是，儿子，王爷，永昌，永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额娘，儿子今日听说皇额娘晕眩，赶去翊坤宫，却碰上华马的雷霆之怒，命四哥出寺。这事儿你也知道了。那么，今天入夜之前，你四哥去了吕亲王府，你可有去送信？儿子不敢去。听说四哥孤零零走的，还听说四哥要办喜事了。这喜事不喜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永琪，你三哥失宠，四哥出寺，你皇阿玛疼你，你又是皇后的养子，你可知道现在有多少眼睛盯着你？那儿子该如何自处？额娘，听说皇额娘又遇喜了。是啊。是男是女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是男是女这么重要吗？不论如何，中宫已经有了嫡子，就是永基。永琪，你可知道你大哥、三哥、四哥为什么这么招你皇阿玛厌弃？因为他们都对太子之位有觊觎之心。永琪，你若要保我们母子的平安，就不要重蹈你四哥母子的覆辙。那么，不管是对着你皇阿玛，或是对着永基，都要谨守臣子的本分，不可有妄念。额娘与皇额娘苦心培育儿子，只是为做一个臣子吗？永琪，我要你跳出来，要你耀眼，那是因为你是你皇阿玛出色的孩子。但我要你臣服，让你甘于臣子，那是要保你性命的平安。要你对皇额娘忠诚，
只有你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母子才得以保全。额娘的教诲，儿子都记住了。入了秋好啊，秋高气爽。京城这最好的季节，也就这么几天了，是该出来在园子里走动走动。皇后啊，这胎5个月了吧？身子骨可好？谢皇额娘挂怀，儿臣一切都好。这景嗣啊，走得早，皇后又紧接着怀了这一胎。朕啊，有时候跟皇后聊起，都觉得景嗣又回来了。景嗣是个公主，看皇后，这个肚子尖尖的，人也不见胖，倒是像个男胎的样儿呢。太医怎么说来着？这太医院谨慎，自然不肯图准话。不过朕觉得，这一胎不论是男是女，只要平安就好。皇上，青天剑监正求见。青天剑，惯会甜言蜜语的，听听他们会咀嚼些什么好话。传吧。这。微臣叩见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禀皇上，微臣夜观天象，见天上紫微星泛出紫光，乃是祥瑞之兆。恰逢皇后娘娘有孕5月，微臣算得皇后娘娘这一胎必定是上承天心、下安宗兆的祥瑞之胎，贵不可言。可还真是好听的，皇帝。青天剑素来说话还挺灵验的。朕也希望皇后腹中这一胎能够带来喜悦，冲一冲宫里的悲怨之气。若真灵验的话，朕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微臣告退。皇帝，永城成婚，听说场面惨淡，没几个人去贺喜。今儿个4阿哥和新福晋要进宫磕头，你总要见一见吧？皇娘，儿子有正事要忙，皇后有孕也不便。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再做错了什么，总得给他个颜面吧。永城出嗣，他就是吕亲王之后，不再是朕的儿子。他如果要带着福晋进宫请安的话，那便向皇娘请安就罢了。皇上，臣妾会将贺礼送去给永城夫妇。罢了，那哀家也就不见了。福家，备一对福寿玉枕，也算是表了哀家的心意了。是。贝勒爷，您是要去看您的额娘吗？我可不进去。等下见了庶人御史，我该如何行礼呢？总不能我一个福晋要去给庶人请安。宁愿是好好的皇子，前途无量，都是被你圣母连累的。这声额娘我可叫不出口。你是我额娘的亲儿媳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今日要不是要给皇上和太后请安，我才不进宫呢，平白给人看笑话了。也是，没有皇上的恩准，我也进不去。我就算是进去了，也不知道该跟额娘说些什么。
走吧。主儿，您喝药吧。我不喝，不配喝宫里的药。主儿，您要是不喝药，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永成呢？他不是已经成婚了吗？怎么没见他带着心腹进来见我？皇上说了，不让任何人出入启祥宫。如今我要见一见我的儿子们，皇上也不肯了吗？四福晋出身高贵，怕也是不愿意来见您，几位阿哥也来不了了。呀，有我这么个额娘，也是他们的耻辱，不见也好，免得连累他们。如今我这个样子，王爷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？皇上，何事？皇上，御史王爷送了好多女子的画像来。之前怎么处置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之前都是奉皇上的旨意，赐给了各府的贝勒亲王们，一个没留在宫里。可皇上，御史这都是第4回送画像来了。皇上对御史是心有顾虑，但这几次3番的服了御史的颜面，怕是也不大好。是啊，皇上，御史使者说，这画像里的美人儿都是御史王爷亲自挑选的，其中有一位宋姓美人儿，更是国色天姿。皇上您看看。罢了，就留宋氏封为贵人，挪去圆明园居住，不许住在宫里。这。罢了，就留宋氏封为贵人，挪去圆明园居住，不许住在宫里。这，皇上，御史王爷还有一封密折给您。下去吧。这。如意，你瞧瞧，这御史王爷说了，金玉妍并非其母所生，不知是哪抱来的野种，连是否为御史人士都难以分辨。这御史啊，最重视血缘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弄得混呢？他们是认为朕会糊涂到相信吗？御史王爷无非是寻了借口撇清，只是这撇清的也太快了。如今他怎么说不要紧，主要是看皇上想怎么办。金氏，他那是自作孽不可活，由着他自生自灭吧。如意啊，再过3个月，你就要临盆了。据钦天监所言，你这一胎是祥瑞之胎，你不必为金氏这样的人费心了。朕只希望你安心养胎，平平安安的为咱们生下孩子。是。
您这舌头啊，可真是厉害。眼下说的皇上是龙心大悦，就满心期盼着皇后娘娘的祥瑞之胎了。说好了让你们放心吧，啊，咱们呢，就靠这个吃饭的。是了。不过，您说这祥瑞之胎能不能顺顺利利落地呢？当然能了，祥瑞之胎一定顺利落地。我是说，万一有个什么意外，您这可怎么话说的呢？出不了什么意外的。要是真有，咱们青天剑也照样有说辞。奴婢田氏给令妃娘娘请安。田姥姥啊，是。这皇后娘娘都7个月身孕了，你们也该进宫伺候了吧？是，可是奴婢这次是来求令主的。令主，求求您救救奴婢的女儿吧。怎么了？包太医给的药吃着不中用吗？包太医的药吃着一直还好，可是这半年渐渐失了效力，奴婢的女儿每次发病都难受得死去活来，可是奴婢也没有办法，见不到包太医，所以令主求求您让包太医再给开个药方吧。田姥姥，本宫也想救你女儿，也接济了你这么多年，是，只是本宫眼下有件为难的事儿，实在顾不上你啊。令主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救救奴婢的女儿吧，她才16岁啊！令主，求求您了，令主，求求您。说来也巧，本宫这件为难的事情，也只有你有法子解决，旁人都不。你若帮本宫解决了这难事，本宫自然会救你女儿到底。万事恳请娘娘吩咐，奴婢万死不辞，一定给您办好。哪用得着赴汤蹈火呀？只需要你的一双巧手。我真是期盼姐姐肚里的孩子快快生出来呢。听青天剑说，这一胎是祥瑞之胎，定是个阿哥。哎呀，青天剑，皇上对青天剑倒是深信不疑。依本宫的意思啊，姑且听着，不必当真。当年淑妃那一胎，不就是被青天剑给言中了，所以皇上才深信不疑呢？听青天剑的，不如听姜太医的。啊，皇后娘娘肚子里的孩子一切都好，只是月份虽大了，但是娘娘起坐间还是要小心些。这一胎，怕是有早产之虞啊。早多久啊？怕是也快了。不过这孩子只要满8个月，接产时顺利些也无大碍。总是要小心些为好。啊，索性在家里也总这么惦记着娘娘。哎呀，真难为索性惦记了，自己都是2个孩子的娘了，还一直牵挂着本宫。索性的腿脚不方便，没法来给娘娘请安，于是在家中做了些小衣服，希望献给娘娘腹中的小阿哥。小阿哥，你也说是小阿哥，旁的太医也说是小阿哥，准不准啊？啊，准不准的，总有5成吧。这用得着你来告诉本宫啊？依臣妾看，皇后娘娘福泽深厚，定是个阿哥。你也是个有福之人，很快的你就会有身孕的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臣妾相信福报，也相信报应。听说今时病入膏肓，皇上从未去看过。启祥宫那位乏人问津，
倒是听说，永寿宫的那位被诊出喜脉来了。春晨，本宫真的有喜了吗？那太医不会诊断错了吧？包太医亲自诊的脉，怎么会有错呢？那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，哪儿像玉玺了？恭喜主，贺喜主，多年美梦终于成真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赶紧派人告诉我额娘，还有陪我去安华殿去还愿。好。令妃恩宠不衰，玉玺也是意料之中了。令妃微贱之时，总是受到金氏欺凌。如今金氏落魄，令妃却得以至此，真是世事轮流转呢。姜太医，娘娘，金议员是不成了吗？回皇后娘娘，微臣看过金氏的脉案，油尽灯枯，怕是时日不多了。时日不多了，那有些话必得问个分明了。好歹是宠极一时的贵妃，如今这般落魄，怎不见宫里的奴婢啊？人呢？奴婢在。院落如此这般，怎没人打扫啊？自从我们主生病了之后，就再也不许奴婢打扫这院中的一事一物了。外面候着。是。哟，是皇后啊！你不是快生了吗？还挺着个肚子来看我笑话呀？本宫有些话想要问问你。只是知道我快不成了，所以赶紧跑来问问。我偏不告诉你。许多事情没有的答案，你再疑心，心里也总是难受的吧？你这样我最高兴了。你不高兴，你比谁都不高兴，所以你不吃药不医治，自暴自弃。撑了一辈子，要强了一辈子，到头来自己的尊严里面都葬送了还不算，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抬头做人，让母族蒙羞，辜负了王爷的期许。真不知道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。你为了御史尽心尽力，你还不知道御史王爷不要你了吧？你以为你提王爷就能从我嘴里掏出话了吗？王爷不要我。啊，你们也想得出来。御史王爷给皇上上了一道密折，说你根本不是贵族之女，而是不知道从哪儿抱来的妾姻，甚至都不知道是不是御史人。你闭嘴！
御史王爷的手迹，你不会不认的吧？为了这么一个凉薄的人赔上一辈子，不值得吧？我这一辈子都是为了王爷的一个微笑，结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真是太可笑了，是太可笑了。本宫来想要听你一句实话，景寺是不是你拆的？不是我，景色不是我害死的，颖妃的孩子也不是我。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为什么富贵会跑出去，为什么富贵会杀了景色。我当时一心坐在永璇的腿上。你不信是吗？你是皇后，你是整个后宫的敌人，拉下了你，别人才更有机会在这个宫里恨算什么？为了利益，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问我呀，我都告诉你，你问我呀。孝贤皇后。是我挑唆接了梅嫔的手，让她跌入水中一命呜呼。梅嫔和宜嫔的孩子呢？是我看不惯他们，提前安排了一切，然后让惠县皇贵妃去做的。是我，还有宜嫔宫里的蛇眉也是我差人去做的。在这个宫里，人人都有私心，你不利用他们，就只会被他们利用。他们只不过是我的替死鬼。永璜呢？也是我，是我告诉他的母亲哲敏皇贵妃是被孝贤皇后害死的。所以他才会在孝贤皇后的灵前失仪，让皇上厌弃他。你还想知道是？对，阿兰也是我。我想一下啊，阿若，你记得吧？他在东四门罚跪也是我救的他，是我把他带到皇后跟前，让他背叛了你。你看他多恨你呀！我没说2句，他就背叛了你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淑妃，不是我，他怀12个的时候，我们母子地位疑稳了，我害他做什么？你都知道你想要的答案，你是骗我的，对吧？你就是为了让我说出这些你想要的答案才骗我的，对吧？我是秦玉英，对吧？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告诉我，你是骗我的！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回来。
谁在那儿听戏呢？令妃玉玺，太后高兴，在淑芳斋传了戏。哦，后妃玉玺，宫里总是热闹的。